大家好，我是李灿啊。过年好，今天是除夕啊，其实不是，我是提早录的这一期节目啊，提早给大家送这个过年的祝福啊。因为我今年过年回家过年嘛，已经好多年没回家过年，2、3年了吧。而且今年是第一次回乡下过年，就是我爸妈终于把乡下的房子给重新翻修了一下啊，以前是老房子啊。因为他们今年，我妈已经退休了啊，我爸明年也差不多该退休了。这个退休不是在工作单位退休，因为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开家具店的。我爸会搞一些装修啊什么的，就是准备我爸再干1年啊，觉得差不多了啊，人生也圆满了啊，该休息了啊，所以他们把乡下的房子给重新装修了一下啊。准备回去颐养天年啊，但是其实我通过和我妈聊天也发现，其实，在城市里住习惯的人回到乡下，要适应起来还挺难的啊。但是吧，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啊，对我而言，今年也挺有意义的啊。第一回就是小时候是在乡下过年，后来长大之后，我觉得一直在外面城市里过年。过完年的话是初一，一般是不出门啊。我们龙泉人初一不出门啊，初二然后开始走亲戚啊，就是跟着这个爸妈一起去走访各个亲戚啊。不过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还是挺有意思的。今天聊一些过年的话题，而且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新的一年了。对于学习中文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聊聊的问题。大家在新的一年啊，怎样才能更好的学习中文啊？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啊。其实我觉得，本来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学习中文的话，最重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很多人都说，老师你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最成天的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每天都在思考，怎样真正的学习是最有用的，怎样真正的教学是最有用的。而且现在我有更多实践，因为我现在开始开这个小班课了嘛，不是小班课，是私教课。因为小班课对我而言不过瘾。就是一下子面对那么多学生的话，我觉得说话也不过瘾。我同时需要照顾每个人不同的状态啊，所以小班课当然更便宜啊，但是我觉得私教课对我而言，我觉得会更有效果。就是我1对1教学的时候也会更有效果。我们走一些野路吧，对，还是走这边得了。其实我想聊一下。最近我有一个想法吧，一个感想，一个新的计划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想学新的语言啊，包括什么日语、法语、俄语啊。那天私教课有个朋友还问我说啊，你这个俄语学的怎么样啊？我说我太忙了，没学。对，就是发了宏愿要好好学习啊。其实我觉得新的一年吧，我肯定会在工作上有更多的安排啊。有更多的计划，毕竟有大叔中文，还有自己这个频道，我们现在还有大叔小站上有各种材料，对不对？哇，太丰富了，对不对？我有时候都可羡慕你们了，有这么丰富的这个语言材料去学习啊，有点王婆卖瓜的这么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不是纯粹的这个夸自己，而是真的从一个很切实的一个角度出发啊。就说实话，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吧，我觉得就是做的又有趣又有深度，就是你真的还能学到点东西的这个教学视频，确实没有那么多了啊。我就不说中文圈了吧，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就说，就是别的语言的话，比如我想学的别的语言，比如日语、法语、俄语，我发现没有那么多有趣的材料。或许有些老师他做出的东西呢怎么样？他教学性质还挺强的，但是少一点点的趣味性。
或者有些老师有趣味性，但少一点点深度啊。就是其实我这个人还挺挑的，真的挺挑的，对一些材料挺挑的。就是这个材料我要是不是特别喜欢的，我就很难静下心来就真正好去学它。就是我之前学俄语的时候，发现一个俄语频道啊，说有俄语也慢啊，不是那么快，不像一般人说那么快。同时呢，他这个怎么说，说话当然很清晰了啊，然后性格很大方啊，然后大大咧咧的那种感觉，对，成天感觉也会开玩笑。但是我看了1-2个之后，发现呢，内容真的不是我特别有兴趣的，甚至说实话，就是我这个边走边聊这个状态是学习的人家啊，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我在说谁，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做任何事情啊，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是希望和他人产生联系的，包括学习语言也是如此。大家喜欢看我的节目啊，虽然现在人不是特别多啊，加上大叔中文可能会多一点点。喜欢看我这个节目以及大叔的节目，肯定是因为喜欢我们说话的一个状态，以及我们说话的话题。然后学习中文其实甚至是一个附带性的这么一个事情而已。对，因为很少有朋友真的就是细抠到每一句，不断去学习吧。我觉得相对当然也有。因为这种类型的视频更适合去作为大量输入这么一个语言材料，你要细抠一句句抠的话，我觉得会相对而言会比较辛苦，比较难一些。但是你想想看，不管我是这个边走边聊节目，还是大叔中文的播客，都挺长的，这么长的时间，对吧？又不是自己的母语，你如何让自己比较专注于这个内容呢？肯定是在趣味上或者深度上，内容上和你是有共鸣之处的。你会想的，这个说的还挺有道理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观点我不是特别赞同，我想反驳一下啊。当然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而是觉得真的触动了我，触发了我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学习语言的一个目的，一个手段，就是它一定要和你产生一定的共振、共鸣才行。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很羡慕你们，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频道和内容去学中文，我没有，我找不着。说实话，我就找了一大圈之后，发现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吧，但是学一下我其实真的很容易放弃。当然我不是说人家不好，因为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对于我而言，比较好的这种语言材料它比较稀缺，就是我想要的这种语言材料比较稀缺。那其实这课又让我去想，那么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了呢？对不对？我是不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语言材料我就没法学习了呢？对不对？其实我在新的一年嘛，毕竟现在是过年啦，好开心啊！新的一年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和大家说过，我是学英语专业出身的啊，我是英语专业的。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英语就是感觉不是特别的满意，对，我觉得没有学得足够好，所以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再投入更多时间把这个英语的熟练度先提上来再说。而且我是在想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一些方法来，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基本上也在高级吧，差不多高级往下一点点啊，和大家的这个中文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啊，也不是过谦啊。其实真的因为用的也少，真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虽然做了和英语相关的工作，比如说翻译啊，但是更多的是比较死板的东西，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少。现在教中文的话，其实我教都是中级以上的学习者嘛，其实我并不需要做英语的口播的视频，所以英语的这个应用场景比较少。但是其实对英语这个
我还是保有热情的。除了看书之外，其实看书是我最大的热情，我一直以为是我最大的热情。对，所以我其实今年也看了一些书，比如说今年我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啊，就是写这种幻想类故事的 Neil Gaiman， 对，我特别喜欢，我几乎把他的书都看了一遍。但是我也会发现，就是特别是教中文之后，就是书面语和这个口语其实是有挺大的差别的。你要是就是接触的一直是这个书面语，对的话，对于你这个口语水平未必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提升作用。那么很多人说，是不是我应该就是多去看一些口语的材料？对，肯定是。但是呢，我现在还没有说完全找到一些类型的节目会特别喜欢看，而且我发现我的英语的不足的地方，并不是说在于我这个发音有什么问题，流畅度有什么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这种口语化的表达有些问题。就是在我表达自己的时候，我想表达自己一些观点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捉襟见肘了，我突然之间不知该如何切入这个话题了，我突然之间觉得，应该怎么说来着？所以其实这2天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啊，我应该怎样去提高我的英语口语水平？那样的话，我其实应该着力点并不是在去听很多啊，而是在更多的是这种输入怎么说呢？它应该是一种文字和语音上的一种结合的输入，然后还需要一定的输出。就是我在想，因为我平常是干什么呢？我的工作就是说话呀。平常我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话，对不对？不管在自己的频道还是在大叔的频道，我成天在说话。我是一个非常擅长说话的人，对，擅长说话的人呢。说话是我的长项呀，对不对？我每天都在说话，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和我学习英文结合起来呢？很多人说你不是一个中文老师吗？怎么结合呢？其实这个就回到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就是我说过，语言是用来干什么的？最重要是表达自己的。对，你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观察，很多理解，这些东西才是你真正运用这门语言真正有用的地方。就是你需要怎么去运用这门语言呢？就是去说自己熟悉的东西。对，我其实现在上私教课也是这样，我发现就是中文到一定水平的这个中级的朋友，他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表达自己，老师可能更多会给他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可能其实他未必有那么感兴趣，很多老师的话题更多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话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想，对，假如这个话题都是针对你自己的，对，那你是不是更有兴趣？而且因为你很了解，你有更多话可以说呢？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而且词汇啊等等发现突然就没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在词汇上，而是内容上。因为假如这个话题不是你特别熟悉的，比如说我问你你对中国的这个食物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想拼命回想，我吃过一个中国的什么个食物，大概脑子里有点小印象，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真正的让你再说细一些、具体一些，你能说出来吗？你能说得很好吗？我觉得未必，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想和大家聊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去说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那么再回到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不是完全在讲我自己学比如语言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对大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一会儿我后面会和大家说的怎么借鉴。我先说一下我是怎么去做的，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说话，我平常说了很多话，
做视频啊等等，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视频呢的这个字幕给弄下来啊，这个很简单，我本身就有字幕，但是后面再教大家怎么下载字幕啊。我本身就有字幕，我把它转成这个 TXT 版本，对，它就是一篇像文章一样出来了，但是没有标点符号。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借助 AI 啊，比如说这个豆包啊，豆包是中国的一个免费的 AI app， 类似于 ChatGPT 吧，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功能上比 ChatGPT 更好，特别是在学习中文上。对，我们来到一个荒郊野岭，我走一走。哦哟，天哪，这是陷下去了啊！就是我用这个豆包生成了，就我就把这个文字，对不对？刚才这个文本，对不对？全部复制到豆包里头，让它给我加上标点符号，然后让它根据这个意思给我分段。对，这个很重要啊。分出段落之后，你不是更清晰了嘛，对不对？更像一篇文章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再结合 ChatGPT， 因为我知道豆包它是一个中文的 app， 对不对？所以它在英文的处理上未必有那么好，但是 ChatGPT 它是一个英文的 app， 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一部分的文字先复制到 ChatGPT 里头，让它给我翻译成英语。我说你给我翻译成地道的英语。翻译出来之后呢，我会让他再给我改变。我说这个真的是地道的英语吗？啊，我就问他，这个真的像一个美国人说的英语吗？啊，他感觉受到了怀疑啊，然后呢又给我生成第二遍啊。这个时候他说我给你改了哪些地方啊，这样的话更自然、更地道啊。哎，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英语了。然后因为这个本身的内容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因为是我自己说过的话呀，我当然知道自己说哪些话，对不对？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因为 ChatGPT 有一个缺点，它不能一次性生成非常多的文字，可能得几百个字。你比如说我8分钟左右长度的视频的话，我会让它分3次给我生成这些内容，但是也挺快了。然后我全部给复制下来到文档里头。而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会去读。在读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就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用眼睛去看，你当然是认识的，而且觉得这个很对。但是在读的过程中啊，你就会发现会打绊子，你的嘴巴、舌头都会不自觉的打绊子。有些东西感觉很烫嘴。对，有些词汇感觉很烫嘴，有些表达方式很烫嘴。这个时候通过全篇这样捋下来，你就读一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哪些东西可能在平常自己觉得，好像我不会这样去说。对，表达相同的意思的时候，我不会这样去说，你就可以复制下来，这个就可以变成了你一个语料库了。对，这个真的就是对我而言非常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提倡 Anki 教学嘛，当然我会觉得我自己去这样做会比较麻烦，我会尽量的就是提取一些东西之后，自己多去读一读就行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就有意义，而且每天也不需要花费特别多时间，因为我自己平常说了非常多的话啊，我可以这样做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去这样去做。跳一下，哎呀！对，今天好像没有特别的专心在教学上面，是不是瞎走了一下啊？对，大家不知道听懂我这个东西没有？就是我在和大家捋一下，就是我自己这个教学方法怎么结合到你们身上啊？就比如说你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对，你可以写一段关于你自己的东西，对。因为直接让你说的话还要生成字幕啊，很麻烦，对不对？而且你可能说的未必是英语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是英语的话，它要生成字幕可能相对还麻烦一点点，对。要英语的话可能简单一点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用你自己的母语写一段文字，
关于你自己的。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你需要比较好的这个文字组织能力的，对不对？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就聊聊你自己最基本的这些信息，这是第一步啊。你生成个几百字的就行了，一开始不要太多了。对，这个时候第二步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复制到 ChatGPT 或者这个豆包，豆包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真的好好用起来。其实我更推荐豆包，对于学习中文的人而言，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文的 app 嘛，它的中文是更地道的。ChatGPT 现在也还可以，对。然后呢，你让这个豆包啊，我就假设是豆包，给你把这个文字改一下。你说把我改成这个口语体，对，就像一个人说话，就像一个中国人在说话一样。你说因为这段文字是我写的，是书面体，我希望你把它改成口语体，然后呢改成更地道的中文啊，像一个中国人说话一样啊。然后语气也可以给它设定更亲切、更自然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假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对严肃一点的，你也可以把自己这个要求再说一说，更具体。你给的要求更具体，它会越接近于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让它生成要求不够满意，你还可以怀疑一下它啊。你说你这个真的很地道吗？啊，这个真的是中国人，真的像中国人说的一样吗？啊，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给你第二遍啊，就是第二版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发现我觉得就完全可以用了，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学习中文了，对，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读一读，因为这个东西语言材料是你所熟知的内容，你会发现用纯粹的中文去怎么说，就是地道的中文会怎么去表达这些内容，你会发现和自己脑子里现有这些词汇表达方式都有很大的出入哦。这个时候就对应上了，因为这种对应的方式，反正对我而言，我觉得非常有作用。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啊，原来是，要是让自己去说的话，真的是比较简单。但是一个母语者他会这样去表达，他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从中我觉得起码就是学习一些词汇啊，这些表达方式，这些都是和你相关的。你首先在脑子里本来就有这么一环。你现在扣上会更容易。假如这些东西你纯粹只是说再去看别人做的视频的话，这些东西未必都是和你相关的。但是我觉得要是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当然你的记起来会更容易一点点。但假如这所有东西都是和你相关的，那真的我是觉得这个学起来会更有意思，而且更为实际，更有用处，对不对？哎，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今天多说了几分钟啊，因为今天过年了嘛啊，祝大家蛇年快乐啊，蛇年行好运啊！再见啊，在新的一年再见喽。